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锅碗瓢盆家家都有，特别是锅，用久了之后锅底发黑，有着厚厚的一层油垢。在炒菜的时候，因为油垢太厚，热量传达不到，这样煮出来的菜饭也不好吃。不仅锅底的油垢非常的厚，长期以往连锅的里边也已经包了浆了，确实看到了不卫生和不健康的隐患。用平时的刷洗方式根本就刷洗不干净这些油垢，而且还特别的费劲。那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？今天就教大家一招，不需要费力刷洗，旧锅也能变新锅。一起接着往下看看具体的做法吧。首先将铁锅放到煤气灶上，开大火先让它烧一下，记得开抽油烟机，这里会产生比较大的油烟。等到锅中开始冒烟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着重的来烧一下了，千万不要害怕会把锅烧坏了，这点火力铁锅还是承受得住的。着重烧的位置就是油垢非常厚的位置，因为油垢很厚，所以大火烧一会儿，就会看到锅底锅边都已经开始烧起来了。这时不要害怕，有火苗的地方证明就有着非常厚的油脂。等到火苗烧尽了，熄火以后，我们换另外一个地方再烧。这个方法就是比较简单粗暴的，不过效果确实很好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锅把的地方需要开中小火来烧，否则容易将锅把烧坏。一直将锅的四周全部烧一遍，就会看到锅里的颜色变成了灰白色，而且油垢已经变成灰的状态。先关火关煤气，把锅静置一会儿，稍微放凉一些。我们找一把平铲，将锅底灰直接铲掉。这个时候的锅底灰经过了高温烧制，所以非常好去除。不过这个方法只适合用于铁锅，其他类型的锅如果这么进行加热的话，可能会出现烧糊或者是爆炸的现象呢，这一点要牢记。这些锅底灰是不溶于水的，所以如果是在水池里操作的话，需要将锅底灰全部都收拾出来倒掉，防止它会堵塞下水道。将锅底灰全部铲除干净以后，如果发现还有非常难处理的位置，需要我们再次上火给它着重的烧一下。如果全部的灰都清理干净了，就会发现锅底虽然没有油垢，但是也没有光泽。用钢丝球把锅底刷洗干净后，这里我们需要用到另外一个小妙招，白醋和小苏打。首先将小苏打均匀的撒在锅边，这里用于清洁，少了可能效果不明显，所以不要舍不得，可以多来一点，均匀一些。然后我们准备几张纸巾，覆盖在小苏打的上面，这样可以防止待会儿小苏打被冲走。然后淋上适量的白醋，白醋可以是生活中的必备物品了，只要是关于清洗方面的事情，就一定少不了它出马。这次白醋起到的作用依然是去除污垢。你会看到神奇的一幕，那就是两者接触后产生了丰富的泡沫。这就是白醋和小苏打之间发生的化学反应。接下来不用管它，静待半个小时的时间。半个小时以后，我们把厨房纸巾取下来，
顺便把锅边擦一擦，污垢就已经明显的软化了，看指尖的颜色就能够看得出来。我们再用钢丝球把铁锅刷一遍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、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这时候就能看到锅底变得非常的有光泽了。此时铁锅已经彻底凉透了，我们清理完锅底，再清理一下锅内部。往锅内部加入多一些的食用盐，锅里也是直接用钢丝球直接刷就可以。因为内部除了会有少许的铁锈外，它的油垢也比较薄，所以清理起来也非常的容易。这一步主要是利用食盐的颗粒感，把铁锅打磨得更光滑一些，同时有效的去除铁锈。盐的温度会随着摩擦慢慢升高，变成淡黄色，大约需要2-3分钟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清理锅内部一定要等铁锅凉透了才能给着水，否则对铁锅不好。最后用水冲洗干净，这样铁锅就彻底的刷洗干净啦。锅烧过之后需要重新开锅，这样才能不粘锅不生锈。如果不开锅直接使用的话，很快就会生锈的。接下来大家重新把锅烧热，倒入一些植物油，把油涂满锅壁，让铁锅吸收油分，形成一层油膜，隔绝铁锅和氧气，这样铁锅就不易生锈和粘锅啦。您记住了吗？全部清理干净以后，大家看一下，连锅包位置的沟沟坎坎都清理得非常的干净，里里外外看着都非常的顺眼了。大家也可以和没有清理之前的锅进行一下对比，直接旧锅变新锅了。这个妙招不需要用到清洁剂，也没有费很大的力气，只需要简单的烧一烧，然后再配合上白醋和小苏打，清理起来不要太省力气喽。如果你家也有这样的铁锅，可以用今天的方法试一下，亲测管用哦。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喜欢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